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1969年属鸡人注意，56岁以后是命运分水岭，若具备这个条件，晚年福气挡不住。1969年属鸡的人注意了，56岁以后真的是命运的分水岭，但并非每个人都会同时迎来大运。命理里常说时来运转，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那几项决定性的条件。今天我把这事儿讲清楚，为什么56岁是节点，哪几样条件能把晚年福气放大，如何通过五行与流年去理解和把握这份机会。看完本期视频你就明白，命运会给有准备的人加倍回报。先说为什么是56岁这个节点。1969年是己酉年，天干己为土，地支酉为金，五行里属土生金的格局。年岁到一定阶段，大运流转会把命局的矛盾从偏旺转为平衡。年轻时土金关系里往往有一方需要调和，经历了几十年的打磨与积累后，到了50-60岁，天干地支遇到利于己酉的流年，就会触发命局的回暖。简单说，前半生是储蓄，后半生是回本。如果在56岁那年及以后，有利的流年，大运与个人行为相配合，幸运就会像蓄水放洪一样涌来。那具备哪些条件能把这波好运放大？第一，五行平衡者更容易旺。1969年己酉之命，若八字里土金偏多，又有水木或火来调节，能在中年时做到气场平稳。比如命局中若有适量的水、人、鬼或木、甲乙出现，能缓和金的锋利与土的沉重，让机遇更好落地。第二，积德行善，处事稳重的人更能得天助。命理里并非单看八字，也看人品与因果。那些年轻时踏实做事，低调积累人脉，乐于助人的属鸡人，到了56岁常会有贵人主动伸手。这种贵人不是偶然，而是人缘与福报的回流。第三，会理财与懂得收放的人最容易守住福气。前半生苦拼能赚，晚年要学会守与放，懂得减压，分散风险，不盲目扩张，财富才会持续增长。第四，身心健康与心态平和同样重要。五行中金主肺，土主脾，年长后要注重调养，情绪稳定，作息规律的人反而能把好运持续更久。再具体说五行与流年的运作，五行像人体内的器官系统，失衡就容易出问题。己酉年出生的人，金性较重，土为生金之源，若年轻时火太弱或水不够，金会显得孤立或太锐利，容易在人际、事业上碰壁。随着岁月推移，五行的气场会有轮换，当行运遇到水木相生的年份，就会出现泄金之气，疏导格局的效果，让原本难以成型的机会流入你的生活。到了56岁，如果大运或流年正好与命局形成互补，比如遇到壬寅、癸卯、甲辰之类有利组合，就像老树逢春，容易开花结果。反之，如果那几年仍遇到克制性很强的年份，可能需多加防范。但总体上，56岁是一个重启的窗口。说到现实层面，很多1969年属鸡的人都有类似经历。年轻时创业，打拼频繁，虽然聪明，却常被小人或时运所累。中年后学会了低调与修为，56岁以后反而迎来转机。事业上，这时更容易得到职位，
事业伙伴或客户的认可。有人会在退休后被企业请回顾问岗位，有人小本投资稳收利息，还有人家庭生意逐渐传承成功。财运上，偏财与正财都有机会同时增长，但前提是理性判断与稳健操作，别指望一夜暴富。真正的好运更讲求稳中有进。感情与家庭方面，56岁后也更容易收获温暖。属鸡人早年若为家庭付出很多，到了晚年子女成家立业，这些付出就会转化为实际支持。夫妻关系上，若能在中年修补沟通，晚年会更和睦。若一直对立，建议先修复再计算运势。家庭和谐往往是晚年福气的重要来源。健康方面必须强调，无论命格多好，没有健康都难享福。属鸡人要注意脾胃与呼吸系统的保养，适度运动，饮食有节，按时体检，是把好运留住的基本功。五行角度，适合补充平和类食物，避免过度辛辣刺激，必要时请中医调理，能让五行更和谐。再补充几点容易被忽视但很有效的小细节。第一，居家风水与摆设的适度调整可以助运，但不要迷信。简单说，保持居家整洁，采光好，植物生长良好，能改善家中气场，对五行也是一种温和支持。第二，人际网络的整理同样重要。到了56岁，很多旧关系有断有续，主动修复关键人物的关系，尤其是曾经合作过的客户、老同事，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成为贵人。第三，法律与财务规划要提前做。人到中年，遗产规划、财产分配、合同条款等都影响晚年是否安稳，预先做清楚能防止未来不必要的纠纷。保持心境平和也会让运势更稳。第四，心态修为不可或缺。实践证明，那些在中年持续做自我成长，学会放下怨气的人，晚年更能享受运势带来的好处。冥想、读书、旅行、与家人深入交流，都是调整心境的好方法。有人会问，如果命局极端偏向某一行，是否就注定错过好运？答案并非如此。命理强调的是调和，而不是绝对的定数。即便八字偏弱，通过后天努力去补足短板，比如学会理财，注重健康，扩展人脉，依然能改变人生轨迹。很多实际案例里，不少1969年的属鸡人就是靠后来的人生态度调整与科学规划，把本看似不利的命局转变成了越老越顺的故事。说些具体年份上的参考，供参考，不可迷信。一般来说，56岁这一年及随后几年如果遇到壬寅、癸卯、甲辰等属木水生金的流年，会比较利于己有之命，因为水木的出现能调节金土，带来机遇与智慧。不过流年好坏也需结合个人大运与八字细看，建议在做重要决定前咨询专业命理或结合现实数据审慎判断。总之，命运的分水岭已经到来，但是否能挡不住好运，关键在于你能否用智慧把握并放大它。1969年属鸡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准备迎接人生的这个节点，请记住，调和五行，修缮人缘，稳健理财，关注健康，调整心态，整理法律财务，这些具体行动远比空谈运气更管用。把命理视作一面镜子，让它照出你的潜能与盲点，然后以行动去填补不足，你的晚年就不仅仅是福气，而是福气与尊严并存的美好生活。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评论、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哪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